怎么会摔了呢？哦，我听说是在律师事务所门口摔了一跤。你怎么会去找律师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是家里的事儿。我们那正拆迁，家里因为房屋和土地补偿的事儿打电话给我，我也不清楚什么原因，所以就找律师问问。法律意识还是挺强的。喝茶。腿还疼吗？看过医生了没有？医生怎么说？骨头没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走路不太方便。哦，田总，我耽误了工作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工作很重要，但身体更重要，好好养着啊，别着急。工作上还顺利吗？你跟杨总没什么事儿吧？没有。你是我选出来的，所以我很信任你。我不把你当外人，我希望你也一样。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说。那你和杨总之间有事儿吗？真没有。真的？这我就放心了。我还以为你是为了不和他一起出差，故意把自己的腿摔坏了。哪里？田总和杨总都这么培养我，我巴不得有这样的学习机会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说真话的机会。我最讨厌别人骗我。你要是瞒着我，而最终让我知道了，后果很严重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田总，可是我真没有。OK， 那你过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看得清楚吗？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对不起，田总，可能我真的不敢说，所以他要我陪他出差，我才故意摔伤了自己。可我一个进城打工的，我能怎么办啊？别把你说的这么委屈，这么可怜。你是我选进来的。你入职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什么，叮嘱过你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您叮嘱我要照顾好老板。还有呢？还有。还有呢？别穿短袖，别穿短裙来上班。我说过没有？你听了没有？田总，你不能因为我穿短袖和裙子，你就说我勾引他呀！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所以才去找了律师。所以你找律师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我也没干别的，我就是旁敲侧击的打听了一下，
像这种职场性骚扰应该怎么办？职场性骚扰？职场性骚扰？你是想告他？你觉得告得赢吗？如果你的行为检点一点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？还有，做这件事情之前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公司的利益？有吗？那田总，我还能怎么办呢？方法有很多，但是你选择了最蠢的一种。我保不了你了。一会儿你到财务把你的工资结了，工作的事情交给小田就行。田总，你被解雇了。不好意思，二位，临时把你们请出来，董事们聚餐，讨论二位代理我们业务的问题，麻烦你们先在这等一下。你们做的 PPT 大家都看了，一目了然，把对方侵犯我们专利的地方说的比我们都明白，是吧？我相信董事们看了一定会很清楚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你们稍微等一下，喝点茶，来把茶水倒上，先坐会儿啊，我一会儿马上就回来。那就等呗。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一出道，咱们接的全是大案子，是不是预示着咱从出生就是当大律师的命啊？又吹，到现在一个案子都没接着，又开始吹，畅想未来，首先得敢想。真服了你，什么事儿都能往好处想。那坏的一面不是说你看看它就能变好的。得，坏的一面来了，看看谁？陈无良，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喂，陈，哟，可以呀，自己称自己是陈无良了，看来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啊，没事儿别骚扰我，姐当律师不是好欺负的。什么？有兴趣，有兴趣。哎，那不是在河北开庭吗？那食宿费怎么算啊？废什么话啊！当然你出了，你让我们瞻仰您的风采，你不出谁出？行，那5星级宾馆啊，高铁商务座，专车接送，每人每餐呢不低于200。对了，还有那个误工费，每人每天10个小时，每小时500块钱。行，痛快，要这么定了啊。他居然自称陈无良了，说明此人还不是一无是处。哎，对了，他说他那个魏先生那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，邀请咱俩当旁听，看他怎么胖揍那个老韩，去不去？他用的是咱俩的代理思路吧？那肯定是咱俩的思路啊，他还能想出什么思路啊？哼，他除了一肚子汗水能有什么呀？哎呀，去看吧，真的。我现在都快忍不住了，狗咬狗一嘴毛，更何况待遇也不错。你去吧，我不去了。我现在没有时间看别人打架，咱俩这还一摊子事儿。刘华，这我就给说说你了啊。这人生啊，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八卦。我告诉你，不八卦勿宁死。我看不上我会死的，你忍心让我死吗？不忍心。哎，来了，哎，看看你看看，你看我怎么说来着啊？公司全体一致通过，让你们来做我们这个案子，同时明年起聘请你们2位做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。啊，太谢谢您了，董事长。哎呀，谢谢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这样，董先生，我们先回去汇报一下，然后之后就可以和贵公司签代理协议了。好，这事儿拜托你们了啊。好。
郭玉，邱律师，哎，你坐，坐。邱律师，我要打官司。你先坐，慢点，坐下，慢慢说。来，喝点水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想打官司了？我被他们解雇了。啊？杨伟达的太太，也就是我们公司的田总，他手里早就有证据了。他今天把证据拿给我看，硬说是我勾引的杨伟达，然后也不让我解释，就把我给开除了。他手里有什么证据啊？一段监控视频。你是说杨太太手里有杨伟达骚扰你的视频？这视频在哪儿录的呀？就在杨伟达办公室里面，而且就算在那段视频里面，他也不是看不出来是杨伟达在骚扰我，我在那儿又推又躲的。可是他硬说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该穿短袖，不该穿裙子去勾引杨伟达，然后他就把我解雇了。那这段视频是什么时候拍的？你知道吗？从视频的发生时间来看，起码是3个月前了。郭玉，你先在这坐一会儿，我跟罗律去沟通一下，一会儿来找你啊。她老公骚扰人家一个刚入职的姑娘，然后反过来说人家姑娘衣服穿短了，裙子穿短了，勾引她老公。不是她怎么那么好意思，也不看她老公多大岁数了。哎，现在郭玉是不是还在那儿呢？在会客室。那她现在什么意思啊？他还是要打官司啊，执意要打性骚扰。打性骚扰，咱们没证据，怎么打呀？是啊。再说了，杨太太手里那个视频也不会给郭玉啊，毕竟杨太太跟杨伟达是夫妻。你刚才说，他们把郭玉开除了。劳动争议。对，你应该和他们公司也签了劳动合同吧？实习期过后，公司跟我们签了3年的劳动合同，这还不到2年呢。那他们这样无故的跟你解除劳动合同是不可以的，所以我们就打劳动争议。劳动仲裁呢，相对把握性会大一点。可是田总手里有那段视频。这个暂时可以放心。我觉得他手里可能不止这一段视频，但是他是不会拿这个来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的。他如果要是有什么理由，大概也就是你工作失职啊、旷工啊、迟到之类的。我这2年都被评选了先进，请假也是这次摔坏了腿才请了3天。但他才是老板，对吧？所以打仲裁对你来说更有利。我们是律师，我们要负责任地向你分析法律上的利弊得失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保住你的工作，剩下的事之后再慢慢想办法。郭玉，你现在没有收入，如果找不到新工作的话，在这个城市就待不下去了吧？那行，那就打劳动争议。好，明天还要麻烦你再来所里一趟，咱们签一下这个代理协议，之后我们就申请仲裁了。我先走了。好，哎，我送你。哎，你慢一点，来，我来送你啊。
上解决了，咱们也是维护了他能维护得到的权利。也许吧。为什么啊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受了侮辱，我还不能说？为什么事情明明发生过，我却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？为什么我受到的是性骚扰和猥亵，然后被解雇了，我却偏偏要打劳动争议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没有证据。我就是证据啊！我不是站在你们面前吗？郭宇，打官司是打证据，我们不能站在法官面前说。你们听我说完。你们想过我这一年是怎么过的吗？因为他，我这一年瘦了10多斤。因为他，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，做噩梦。因为他，我不敢交男朋友，我不敢晚上出门，我不敢接电话。因为他，我不得不从10来层高的台阶滚下去，摔伤自己的腿。还因为他，我要被他的太太羞辱，然后丢了工作。事情明明都是他做的，可是为什么结果却全部都要我来承受，还不能说呀？郭宇，来那个，坐下来，慢慢说啊，不着急。咱们慢慢商量啊，慢慢说。罗律师，我宁可输，我也想打性骚扰，哪怕我最后败了，我也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杨伟达是什么样的嘴脸，人面兽心。我要让后面所有的女孩都防备着他。大不了打完官司我回老家，京北待不了，那我就不待了。给你倒杯水啊。郭宇，喝口水，缓一缓。啊，我跟秋绿单独说2句，你先缓一下啊。秋儿，那个专利那个案子马上要签了，那边工作量也挺大的，咱俩要不然就分工吧，你做那个，我看这个。觉得我打不了这个案子，要打一块儿打。郭宇，我们是你的律师，我们肯定会为你着想，我们给你设计的方案肯定得是最优的。当然，我们肯定也得尊重你的决定。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，你现在是下决心了，是吧？下决心了。那我再提醒你一遍啊，就目前这件事，所有的证据很有可能都掌握在杨太太手里。杨太太和杨伟达是一个利益共同体，他可能会拿着这些证据去牵制杨伟达，驱逐他身边的女孩，但是他绝对没可能拿着证据提供给受害者来指控杨伟达。这件事你一定要清楚。所以我们面对的极大可能是一场必输的官司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还坚决要打，对吗？那也要打，不然我瞧不起我自己。好，这样你先再回去认真的考虑1个晚上。如果到了明天你还是如此坚决的话，那就过来签协议。我头有点疼，还想去趟医院。你是不是为了喊骚扰我？
为什么隐忍？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迟迟不肯离开他？你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情，很多人都知道。你知道那些人都怎么说的吗？我当然知道。那你为什么呀？英子，你相信我吗？你不会也觉得我跟他有什么？我相信你啊，我当然相信你。可是我相信你有什么用啊？他骚扰你，你还不肯离开他，你能塞得住外面这些悠悠众口吗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不是搬出来了吗？我知道怎么保护我自己，他占不了我便宜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白被骚扰了是吗？那你让我怎么办呢？郭玉，你不是也看见了？你告他呀！人家郭玉都可以下定决心打官司，打得赢吗？你觉得这种案子胜诉的能有几个？你以为我愿意忍啊？我不忍，我能怎么办？算了，这件事说到底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就跟我没关系呢？难道我不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搭档吗？我能两眼装瞎，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啊？你真觉得我是你朋友？废什么话呀！这还有什么可疑问的？朋友加战友。谢谢。我从来都没有过朋友，从小就没有。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都是自己一个人解决。这是头一次觉得我有了一个朋友。九华，咱们俩不光是朋友，咱俩还是利益共同体。现在你被人欺负了，我也跟你一起去面对。我曾经是发过誓的，我说遇到好的人，我要比他更好；但是要遇到坏的人，我们绝不手软。他老韩就是个坏人，他欺负你，咱们就让他加倍的还还，不然就是对他的不负责任，懂吧？笑什么呀？我说真的呢，你知道这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坏人吗？这就是好人的纵容。你现在就应该去所里告他。我告他，所里会有什么反应？你觉得所里会愿意出现这样的丑闻吗？你可以去找方力宏啊。第一，她是女的，我相信她会站在你身边的。第二，我觉得她是咱们所里面最富有正义感的人。她所谓的正义，在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。这个所里现在创始人就剩方力宏自己了。他是这个律所，是他自己一个人的，他一心一意要把它做大。你觉得他会愿意出现这样的事儿？到时候牺牲的人是谁呀？你忘了上次老韩在魏总的那个案子上面做手脚的时候，所里的态度了？那大不了就不干了呗，咱俩就出去单干。英子，我真的佩服你，什么事儿都能如如乐观，我就不行。我做所有的决策之前都要瞻前顾后，左思右想，我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。那你就是还是想把这件事咽下去？那照你说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举报他，拼上自己身败名裂，让他关上几天，当众向我道歉，然后正义就实现了。那接下来我是什么下场？你想过吗？一个举报自己师傅的人，以后谁还敢用我呀？我们俩谁付出的代价更大了？杀敌800，自损1000，这样的惨胜叫胜。
侮辱我的、伤害我的，我都要让他付出实际的代价。不说了，咱俩谁都别说。但是秋华，你要记住了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你不是自己一个人。谢谢，谢什么谢啊？我都快替你憋屈死了。逻辑还可以，就是太冗长了。你以为法官有那么多时间听你在法庭上煽情啊？外国大片看多了吧？看人家外国律师在法庭上走来走去，挺帅是吧？人家有陪审团，陪审团的成员是不懂法的，所以煽情对他们很重要。咱们面对的是法官，你一煽情，法官一眼就看出你有表演成分，没准对你还印象不好了呢。有道理，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都删掉。好，就留事实证据以及辩护要点。啊，行。主任，那个同仁路桥那案子，您带着我一起呗。哼，觉得同仁路桥有钱是吧？不是，我接这个案子基本上不挣钱。我真不是为了钱，主要是为了锻炼。行，您就带着我吧，师傅。先把手头这几个案子做好，行了吧？好。师傅，秋华跟罗英子好像接新案子了，哎呀，好像是个性骚扰案。性骚扰？啊？我知道。那个，你对同仁路桥那个案子想跟是吧？是。我反正还差一个助手。那行，你跟吧。啊。谢谢师傅，那我先忙去了。以后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。该不是媳妇写的这个案子？哎，小陶。安主任。小陶。现在刚转职业的律师接案子，你们还审查吗？当然要审了呀，要不然上回小罗他们要接同仁路桥的案子，为什么没接成？可是他们现在又接了一个什么性骚扰的案子，你们审查了吗？过来跟我打个招呼。这个案子呀，不存在什么利益冲突，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啊，还是别接。那你得坚持啊！那现在的年轻人一转职业就不是他们了。我现在手头案子一大堆，一天恨不得掰成2天用。可是他们呢，一转职业我派的活就不干了，出去接这种案子，接一个1万块打不赢的案子，图什么？沽名钓誉呗！啊，他们倒是有了名誉了，可当事人毁了名誉，又输了官司。律师不是这么当的呀。